好，现在啊，美国因为发起了这个关税战啊，那中国大陆都是这个往痛点来回击哦。比方说，现在这个稀土啊，他们这个没有办法再拿到关键的金属，同样也是啊，而且呢，停止购买美国的这个天然气已经达到了2个月之久哦。那倒是呢，世界各国，我们看这张图哦，已经可以显现出来，我们还不是标注全部呢。世界各国最近都跟这个中国大陆达成了新的这样子的这种经贸上的协议，比方说巴西的这个黄豆啊，或者是一些这个肉品啊，还有这个中东的油也要提供，西班牙的猪肉，还有澳洲的牛肉跟龙虾，还有俄罗斯也讲说接下来一定会给予这个足够的石油。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北京的这个做法，Politico 就有报道，他说呢，因为川普上周对于中国大陆发动新一波的关税之前，其实北京早就已经展开一场针对美国能源啊、农业啊一场行动哦，就是暗中阻挡美国的出口品。过去4个月，其实北京透过一系列的行政阻挡跟一些第三方交易哦，就大幅减少跟美国购买，比方说像是牛肉啊、家禽啊、液化天然气哦。那他们的一些研究专家就讲说，关税其实你可以直接付钱，只是让东西变贵哦。但是中方非常清楚怎么样让美国感觉到最痛哦。那其实，在2018年，就加拿大政府扣留了这个孟晚舟之后呢，北京就已经有用这个害虫为理由停止进口了加拿大的芥花油哦。那现在看起来，同样的方式就是，其实中国大陆对这个美国痛点在哪里，都已经有做一个先前的布局跟掌控了。那俄罗斯在这个时间也特别站出来站队啊，就说中国大陆放心哦，就接下来中国的石油需求，俄罗斯一定会输华相对应的这个数量啊，就做最坚强的后盾。那还有人民日报还发文哦，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现在开始全球减掉美国那一个嘛，就是中国大陆已经展开了跟盟友加强这样子的连结互动哦。那再来我们看看，现在这个美债美元看起来是不断有一些坏消息出来，倒是人民币，又有一个消息哦，说现在已经成为全球第3大贸易融资货币了哟。那现在这个同比增长了32%，而且人民币的债券同比增长了150%。那彭博讲说啊，因为中国大陆握有美国很多的美债嘛，25兆的美债现在反倒成为中国大陆的王牌。反美王牌哦，那这对于美国来说，就是这个恐怕要瑟瑟发抖。不知道中国大陆什么时候要抛售的话，那可能都会动摇到这个美国接下来的一些经济啊。那还有马斯克也发文。他说阅读这个1493这本书啊，推荐大家去读一读。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他这本书哦，其实里面有暗示全球这个经济全球化，那其实就是用哥伦布大交换来做一个主轴嘛。那讲到了说，像植物、动物啊、疾病啊，还有思想啊，如何在各大洲之间传播，塑造了现代全球化。所以他现在看起来应该是很反对这样子一直脱钩断链的这种川普政府的部分人士的主张哦。那还有一些人是不想要跟这个川普在这个为伍啊，所以比方说像是民主党的密西根州州长啊惠特莫，他4月9号计划就是按照原定计划，他是跟这个川普啊要在白宫进行会面，就会被媒体拍到的时候，赶快拿东西挡脸哦，就是很不想要被贴上标签。现在变成好多人在开始切割川普了。那还有美国的民众啊，倒是很沮丧，因为他们遇到这个状况哦，什么状况呢？就是联结车，它这个联结车上面装的是蛋，结果蛋起火了，大家看了崩溃啊！我们看这个画面哦，一辆承载了10公吨的鸡蛋的联结车发生了大火，然后大家想说崩啦，天哪，崩溃了，因为现在蛋超贵的，所以所有的蛋整车煮熟了，让大家觉得说损失非常的惨重。而且现在美国的进口商也恐慌哦，说有一种末日降临的感觉，因为他们现在的关税哦，从2024年的230万美元，现在暴增到2025年超过1亿美元呐。那这个进口商就大呼吃不消，他说我也想要有1亿啊，不夸张，我现在感觉就像是世界末日哦。还有一些美国的店主讲说，他是卖这个熊猫玩偶的，结果现在从32贵到80，他吓傻了。我们来听一下。To 145%, it's an $80 panda. Mostly everything, 90% comes from China. Not a lot of happiness right now. It's a lot of concern.
对，所以很多都是来自中国大陆，价廉物美。但是现在进来的价格，我们换算给大家听哦。这个$32呢，大概是台币1039块啊，涨到80的话，大概是台币2600啊。所以就比起原本买一只还来得贵，要现场直接加1500多块钱，那谁买得下去呢？我们来问一下亮哥。其实贸易战真开打，就看你卖给我的东西。我找到替代商品的本事啦，比如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啦，1344亿美元嘛，那中国大陆就可以把它本来从美国买的东西分给日本、韩国跟欧洲国家。事实上，西班牙首相去访问中国就已经开始了，因为西班牙本来是中国进口猪肉第1名，大概23%，美国是第2名哦，美国是17%。那习近平就承诺西班牙说，我可以进口更多猪肉。我觉得已经开始了啦，就转移过去，就转移啊。而且我坦白说，美国进口到中国、出口到中国的东西，其实蛮容易找到替代品的啊。比如说什么电机组件啊，什么锅炉啦、机器组件啊，等等等啊。那倒过来，中国大陆卖到美国是4400多亿嘛，它虽然金额很大。可是它大部分都是量很大，那比较小的东西，而且项目繁多啦，那这个就让美国的买家要去重构这个供应链，其实难度蛮高的。我可以举2个例子啊，沃尔玛是实体最大的店，它有60%是跟中国买货啊。沃尔玛里面实体百货公司，那你现在要照它去凑供应链，凑到中国这个量，很累了。所以现在几乎都停了，现在出口商、进口商大部分都停了啦。那第2个是亚马逊，亚马逊是最大的虚拟店啊。那亚马逊市场里面营业额最高的是第3方卖家，中国卖家。结果现在他的中国卖家、第3方卖家有3000个商店了，现在全部都停了。所以亚马逊也在那边叫啊，因为那个量就是很大嘛。那以美国目前的状况，我认为大概在2个礼拜之后，就会出现你买不到货的这个缺货危机了，就会开始出现这个问题。那反倒是中国这种体制啊，他现在开始救他的外贸企业，对啊，比如说京东，他就说他今年要买2000亿人民币的商品，对啊，那阿里巴巴也跟进，所以要提供24小时的绿色通道，拼多多也说他要买1000亿人民币的商品，就类似这一种啊。我觉得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认为美国那边的缺货的现象会比较早出现。好，请教介老师。对，其实这个就变成，其实这个美国认为说，哎呀，中国大陆会比较吃亏啊，因为我们卖给他，他卖给我们比我们卖给他的多。其实这个是一个怎么讲，是一个悖论。我跟你讲，有时候你要买东西的时候啊，你要买不到东西的时候啊，那供应商比你买方还大嘞。对，我们都知道在市场上常常说，这个是买方市场啊，对不对？对。可是呢，我就碰过，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卖方市场哦。卖方市场现在中国大陆对美国的很多产业供应，基本上很多都是卖方市场。对，你不要说刚刚那个 stuffed animal， 就是那些娃娃，也是卖方市场。对，你那些小孩子很喜欢，甚至现在有一些比较年轻人也很喜欢这个东西的时候，对，现在还在风靡嘞。现在是迷哪一个娃娃？今天是什么这个孟琪琪还是谁啊？哇，很多的。到时候买不到的时候，刚有人查到，凯洛琳穿的衣服是 Made in China， 也 Made in China。川普的充电宝是 Anker， 对 Anker 也是中国牌子。因为那个是一个可以吸上去，我们提过，那个吸得很快，所以就变成其实你第一个并不是你美国都是买方市场，你美国有卖方市场。第二个就是说，你的这个供应链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它怎么样？它是长期的。然后呢，你现在要调整的话，在调整的过程3个月好了啊，你很快的话，你3个月你可以找到新的货源。可是，在这个3个月的过程中，你原有的货源绝对是不足，人家不会出货，你也不敢再购了。然后呢，
然后呢，你的货架上就会空，替代品还不出来，然后呢，你仅有的这些货呢，就怎么讲，物以稀为贵，不断的往上涨。我跟你讲，川普就最难就在那个3个月到半年，他不见得过得了关呐。那中国大陆老早都已经怎么样？3个月前就已经在准备了。我对你的美国产品的依赖性，我就不断的在降低了。所以没有这个所谓的过渡期。这个过渡期，我跟你讲，川普不一定走得过去哦。好，来请教赖老师。美国早就不卖这些高科技、高技术的产品给中国嘛，所以中国大陆在高技术的科技产品这部分并没有依赖美国。那因此，美国卖给中国大陆比较多的啊，绝大部分除了波音，而现在波音也很少买了啊。那绝大部分都是什么呢？都是低技术含量的东西，像这个天然气啦、石油啦，或者是这些大宗的农产品啊。这些有没有替代品？有嘛？而且呢，坦白说，供应国都乐于填补美国所留下来的那个真空嘛。也就是说，大陆不像美国买了以后啊，巴西开心的不得了，南方共同市场开心的不得了，猪肉啦、牛肉啦或者是大豆啦、玉米、小麦就拼命卖嘛，还开心到不行。连俄罗斯的大豆卖到中国大陆都是创历史过去的记录了这个对俄罗斯来讲也开心到不行嘛。那你今天不买这个美国的石油天然气的时候，中东国家开心嘛？俄罗斯说你要多少给你多少。对，尤其现在的石油价一直在往下落的时候，中国这么大的吞吐量，对于这些石油供应商来讲，那简直是开心到不行啊！说最好你美国继续跟中国这样玩下去，中国都不要再给你买，转单发，我们就转单发。好，那所以美国在供应这个部分里面，它卡不了中国的脖子。那我们就问那中国大陆供应给美国的会不会卡住？首先看到了这个电子供应商这个部分里面，美国自己赶快刹车了，因为1000多亿美元如果涨2-3倍的话，美国基本上内部里面就出状况了。例如说，一只 iPhone 手机在美国如果要涨3倍的话，怎么卖得出去 ？iPhone 怎么办？所以这个部分里面根本不用中国大陆施压，美国自己就把自己的手脚砍断了。川普就被大家骂，被大家笑。好，那我们就讲其他的这些零碎的东西，其他的零碎的这些的东西，主要假设我们以义乌为例好了。你看中国大陆马上就出现2个状况，第一个就是义乌的这些供应商，法国媒体主流媒体之一《世界报》去做调查，他们发现义乌的这些7万多家的供应商，绝大部分都非常有骨气。就是说我们美国人疯了嘛，我们给他脱钩就是了，不卖给美国了。对，所以他们要跟美国的市场断了、脱了所以在法媒里面，在昨天他们就登出一个非常大的文章，就他们去做实际上的采访的时候，他们发现这些他们就转单了，转到中东，转到这个俄罗斯，转到非洲，都到处在转，他们根本不在乎美国。另外一个就是中国大陆的爱国的企业。刚刚郑亮所说的那些，不管是从京东一直到零售商，他们全部都说我们开绿色通道，永辉超市有一个专柜，就是使本来要外销出去的，现在我们内销在里面卖。我相信会有很多爱国的中国的消费者进场去买。那三赢呢，供货商赢，那个转单的赢，然后又刺激国内的消费，然后三赢，那这个是美国乐意见到的。结果是这样子。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如果真的是要跟美国脱钩的话，其实中国大陆早有布局哦。你看到现在立刻就已经有所动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他就去到了越南呢，在今天上午的这个11点30分搭机抵达了越南。那我们看这一段期间，他会跟越共总书记苏林来会谈，也会会见这个越南国家主席梁强，还有总理范明正以及国会主席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其实陪同习近平出访的也包含了像是王毅王文涛数十位这个大陆的这个高级高官们那所以我们看看这个越南当地的民众也是非常热情，拉起了这样子的布条来欢迎中国大陆的来访我们来看看。
好，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民众就拉起了上面的字条，是写着“中越情弥深”，然后同志家兄弟哦，中越的友情万古长青这样子的红布条，就是来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到来。那其实呢，现在看起来哦，中国大陆已经开始了这一场，就是拉起这个盟友哦，大家一起来对抗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序曲哦。那所以我们看到了，其实在出访前夕哦，习近平也在这个越南的《人民报》有发表了一篇署名的文章哦，就是志同道合，携手前行，继往开来，续写新篇。那其实主要就是要强调哦，像是中越产业链、供应链合作要更加紧密在世界经济这个复苏乏力的背景之下，只有合作才能够让大家的经济都一起好起来嘛。所以现在目前中国大陆已经连续20多年是越南的第一大贸易伙伴。那2024年中越的双边贸易额更是突破了2600亿美元哦。那除此之外，两国的海军呢也在海南这边一起来联合巡逻，那展现出来就是现在友谊的一个新高峰哦。那这个其实不光是越南，这一次其实还包含了这个东南亚，就3个国家都要这个进行这样子的一段访问哦。那其实越南呢，预计是要签大概40项协议的签署，包含了推动越南接受贷款，然后就是接下来一些铁路建设。那这个目前的铁路造价是83亿美元。越南的学者就讲说啊，接下来这个东协跟中国大陆是能够打造一个经贸共同体，所以其实这反映出一个讯号，因为我们知道越南也是在第一时间就向川普投降的，就是说，那我们就零关税哦。那是不是就代表说越南现在很需要援助？越南的无奈，其实中国大陆这一次的来访反而是有一种雪中送炭的感觉哦，也代表说，你可以来跟中国大陆谈，中国大陆有这边的市场，以及我们有这样的技术可以未来的合作哦，加强东南亚的经贸布局。所以法新社也在评论哦，就是说现在目前川普发起了全球贸易战之际哦，习近平这样子是在加强北京跟东南亚近邻的贸易关系，然后展示出来可信赖经济的伙伴形象跟美国形成强烈的对比哦，所以巩固东南亚的这些邻国关系，现在目前是北京视为应对美方攻势的一个关键举措，所以包含了越南、马来西亚、柬埔寨哦，就是在这一次的访问范围当中，CNN 就讲说，哇，看起来已经是要拉盟友一起来反美关税了。日本的产经新闻他也讲说，因为中国大陆面临到高关税的压力，所以现在他们就积极的跟东南亚的关系要更加紧密绑在一块儿。那川普的这个地图炮，其实反倒是让中国大陆顺势成为了全球抗美中心哦。这是玉渊谈天讲的。其实现在中方正在和更多的国家共同来应对美国滥施关税这样的一个情形。那还有欧洲同样也是希望跟着中国大陆关系拉得更近。连冯德莱恩过去一个好像反华派哦，现在都开始讲起来说，我们要欧盟要进一步转向亚洲哦。他也现在看清楚这个状况，真正在乱的是谁？他现在也很明白哦，所以他们就现在要讨论的是双方的电动车，因为过去要配合着美方一起来加高跟中国大陆的这个电动车关税嘛，现在已经开始在进行谈判、进行接触了，希望有更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哦，跟加强这伙伴关系哦。那再来，这欧洲的精品呢，也在登陆了大陆的消博会，那现在也代表着中欧的经贸也有这个升温的态势哦。那这次去参展的包含了宾利啊、保时捷啊、Burberry 啊，4100个品牌来参加，因为中国大陆的市场欧洲现在很卖力要拓展开来取代掉现在美国这样子的一个缺口哦。还有很多的欧洲游客直接就取消了美国行，在川普下台之前绝对不踏进美国一步啊！他们现在是非常的生气哦，愤怒直接转移在对美的一些民间的贸易哦，可能比方说抵制美货，或者是去美国玩，全部通通都是现在欧洲人要对美国的一个报复行动哦。我们来先请教一下亮哥。我觉得中国大陆对越南跟对欧洲是不一样的啦。对欧洲，它比较有可能是，就是像习近平见那个跨国公司的代表，他说中国大陆就是自己就要开放嘛，而且他还特别提到宜快不宜慢啊，就在这个当下就要强烈显示出中国跟美国的对比啊。所以我认为中方有可能单方让利，比如说
就是比照 ECFA 啦，就是挑出一些项目，然后对欧洲直接就做让利，因为你要等中欧投资协议签出来，那不知道民国几年去了啊，所以动作要快，而且欧洲他放弃对中国电动车课关税嘛，改来协商说，不然中国电动车就到欧洲就稍微把价格拉高一点嘛，这个是让中国可以接受，不低于某种价格。对对对，等于就是说，它还是遵守 WTO 的架构。那这个本来就是中国的提案，所以事实上等于欧洲它放弃了用关税，那当然就是川普关税造成的嘛，那越南会比较麻烦，因为越南相对于美国它实在太弱了啊，那它对美国的出口是1235亿。这个是它的 GDP 30%，所以它比较困难呐。所以比如说最近越南对中国的冷轧钢卷科了25到27的税，那个就是美国逼的，因为美国就是对越南科46%嘛，对，然后说你要对洗产地做处理，所以越南就被迫，他就把这个当做一个个案了。说你说我这个冷轧钢卷被洗产地，那我就对他课税，课27%，那这个中国大陆要怎么面对这个现象啊？因为我认为越南夹在中间，他两边都要做人，那我认为中国大陆还是会站在东南亚的角度啦，因为习近平讲了2个概念，一个是命运共同体嘛，那另外一个就是中国跟东南亚的供应链，其实这一点蛮重要的啦，因为这次川普的关税战是非常明显，就是针对中国跟东南亚的有岸外包，那这个主要就是中国企业跟台商嘛拉出来的一条有岸外包，要整个把你打垮，所以我觉得很可能中国就会权衡这个战略目标，然后可能会去投资越南啊。如果贸易你有压力，那搞不好有一些会用投资的方式。这个是我个人的看法。好，来请教介老师。这个欧盟事实上现在它的警报没有解除，我认为中国大陆已经解除警报。也就是说我已经不在乎了。我现在要回来做我自己的事情。对，中国大陆讲了好几次，我们要专心做好自己要做的事情。你知道美国这个捣蛋鬼啊，我不理你，看你捣什么蛋？对，你天天捣蛋，我现在不理你啊，我把你切割掉了。对啊，所以我刚刚说大陆基本上是可测性很强，但是欧盟还有80几天呢，他不晓得他未来在哪里啊？因为不是90天吗？那已经过了3天了，还在87天啊。这87天，他跟美国这个关税好谈吗？欧盟已经也单膝跪地了。美国给他课这个钢铁，跟他课这个什么汽车关税，欧盟只是说提出来说，我们这样好不好？我们双方都零关税好不好？结果川普的回答说，不是没这回事。这个你的问题就是说，你们欧盟就是你有很多非关税的障碍，这些东西才是还有贸易顺差，还有一个3500亿，对，能源。因为3500亿的问题，其实这川普胡扯的，川普的数字非常不准。我去查了以后，怎么样都没有看到一个数字说欧盟去年赚了美国3500亿，没有，最高就2000亿啊。那结果川普说人家3500亿，还有说你先跟我买能源，这个东西我们要把什么贸易先平衡再说，对不对？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呢？川普要2个东西，贸易平衡，第2个叫什么？这些制造业回美国。我跟你讲啦，越南的制造业不会去美国啦，越南的制造业就是什么成衣，还有什么鞋类，做球鞋，那个在美国能够回美国，美国也不欢迎啊。可是欧盟的制造业，美国通通可以，对，美国都需要。那欧盟制造业都给你美国了，那欧盟还混什么呢？所以呢，现在就变成第一个，你又跟我要3500亿，好像说没有讲好的话谈不出来。另外，你又要自借制造业回去，还有汽车的关税，你能降吗？你25%能降吗？还有川普不是昨天晚上又提出来新概念，他说还有一个药品药品我也要课单独关税。欧盟现在是20%好了，你药品的单独关税你能低于20%吗？一定不会的。那世界的药品大厂很多都在欧洲啊，
欧洲德国、比利时、法国、这个瑞士的药都是世界知名的大药厂。这会导致美国囤药哦。这是造成美国，美国现在这个医疗品质、医疗的价格，可是问题，川普要搞这个出来，你说欧盟跟美国这个贸易这个所谓合约怎么谈啊？所以那个87天只剩下87天了，我看是谈不出来。那最后怎么样？回过头来，希望在美国之所思能够怎么样，在中国市场能够得到某一种的怎么讲呢？平衡。然后另外中国大陆是这么强大的一个国家，抗压性很强，韧性很强，对不对？都在主张说 WTO 的体制不能够容破坏，那就变成刚刚讲到，就变成世界减一 ，WTO 减一，你美国就变成化外之民。可是我们其他的这些国家，我们还是维持这个体制，让这个体制让彼此间贸易回归可测，回归正常。好，请教赖老师。中国目前跟全世界各国的关系如果以俄国为首的欧亚经济体，那中国跟他们的是稳定的，不管是政治或是经济对。然后在拉丁美洲里面，以巴西为首的这个南方共同市场也是稳定的。所以您看当时米莱他想说他是不是要跟特朗普单独谈的时候，那个鲁拉就说你是南方共同体的成员，我们是集体谈，所以你不可以单独谈。那他也就没有单独谈了所以这个南方共同体的市场跟中国也是稳定的。那中东的国家跟中国也是稳定的，因此呢，只剩下2个大的市场，一个就是东盟这个市场，一个就是欧盟。那东盟这个市场，中国在过去都是东盟的第一大的贸易伙伴，所以这次习近平到越南，接着到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是因为是东盟的轮值国主席还有就是柬埔寨，是我觉得这一次的东盟的访问是增强中国跟东盟的关系，因为中国跟东盟之间的经济体远远大于美国跟东盟的经济，所以中国的影响力是更大。因此这一次的有巩固、有在提升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要把10+1提升到3.0版，过去已经从1.0提升到2.0版。我觉得在这一次中，因为已经很明白的谈是国事访问，所以国事访问那就是双方会有非常多的合作协议会签出来，那因此就等于是推上3.0版，而且在这一次的已经谈到了说，从南海共同行为宣言到南海共同行为准则，过去越南是比较阻扰的，但是这次可能要从越南这边下手，再推一把。那马来西亚是最积极推的，新加坡也是积极的，所以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菲律宾跟美国彻底孤立了。那欧盟的问题，因为大陆知道欧盟是联中制美，要利用中国，但是欧盟很有可能又跟美国又抱团在一起，所以你会注意到在今天这个预言谈天他就有谈到了一个有警告欧盟了，说你任何一个国家或任何一个集团，你向美国投下投名状，以伤害中国利益的方法向美国投下投名状，中国不会坐视不管。其实这个是有警告的意味，为什么？因为14号的时候就是欧盟跟美国谈判的那一天。为什么？因为4月15欧盟本来应该要对美国课的关税，在欧委会中已经通过了，生效日是4月15，所以欧盟挑在4月14跟美国进行谈判。而就在这个时候，冯德莱恩先打电话给李强，跟中国先谈，这个都有点是联中要制约美国，给美国施加压力。但是欧盟更有可能是要利用中国，然后最后又反打来中国，所以他本来邀请习近平到欧洲去出席这个中欧建交50周年，习近平不去嘛，然后接着是你们来。那现在看起来，冯德莱恩跟这个欧盟的主席理事会主席要到北京来，这个是比较罕见的，因为是1年在北京办，1年在布鲁塞尔办。今年本来应该在布鲁塞尔，但是反过来到北京来，这个代表中国大陆在谈判这个部分里面是拿下一层。拿下一层的时候，使欧盟的这些领导人要到中国来，7月份，所以等于是悬在那个地方。如果欧盟冯德莱恩又以倒向美国，牺牲中国的利益，就跟他过去那样的话，那这个会面可能就会取消。
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先大时间问题，翟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稍后加入。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哦，这个川普呢在杠中，因为现在都有很多的迷因图啊，就说等不到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电话，抓狂了呀！最近这个川普真的是变成大家这迷因梗的这个最大宗哦，大家现在又有 AI 很方便啊，不断的在做迷因，然后讲说为什么不打电话啊？崩溃啦，再给他加50哦，这的确是反映出来他现在的这种崩溃感，然后就觉得怎么美国都已经施加那么大的压力了，中国大陆还是不甩他呢，所以让他真的是自己气炸了。那现在他就否认说关税豁免的事情啊，因为前两天不是讲说，关税有包含晶片啊，然后这科技的产品啊是可以豁免，他说没有，每个人都别想逃啊，特别是中国，还特别点名中国，所以真的这个什么都要提到中国，什么都要接这个习近平的电话，就他特别在意中国。那再来我们看一下，他还讲呢，中国的晶片将会面临到国安调查，他还在True Social发文哦，他说那些电子产品只是被归入不同的关税类别，我们将在即将进行的国家安全关税调查当中来检讨半导体跟电子产业这个供应链哦。那他预告呢，什么时候会公布呢？就是1周以内会公布，那会给部分的企业一些弹性啊。那路透就有报道啦，他说这个是在空军1号上面被问及是否会对 iPhone 啊、平板电脑啊这些产品来征收关税的时候，他说呢，因为我们希望他们在这个国内生产晶片、半导体还有其他的产品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些做法，但是还是会给弹性的啦，不给弹性不行啊，美国自己都快搞死自己了。那再来，这个大陆的官媒就批评美国啊，就感觉好像偷偷摸摸的，以前是这个一开始4月2号的时候，拿着板告诉大家就说哇，我给你们全部对等关税，大鸣大放的这种方式，现在显得好低调，就是有点偷偷摸摸的豁免那就是选在不起眼的时间点来发布，好像故意低调一样。再加上这个文件内容很绕口。那当局这一系列的神操作值得玩味啊，反映出来自己就是搬了石头砸痛了自己的脚了嘛。那现在这个大陆的外交商务部的官员都传出来要全面的销价备战那为什么呢？就因为川普变来变去所以一定要给予这个最及时的回应所以现在已经到了这种战时态势的状态。那我们看玉渊谈天还讲到了。他说接下来呢，中方还会同更多国家一道，就应对美国对等关税进行沟通，加强合作，同时强调呢，不允许有人用中国的利益去当美国的投名状那还有中国日报的微博也有讲就说美媒说中国一张梗图直戳 MAGA 的肺管为什么呢？这张梗图上面就发现就是原来 MAGA 的那些帽子全部都是来自中国大陆这个我们看到了，这个主持人就讲说，川普政府哪里来的自信，觉得中国会贵呢？反而因此元气大伤那美国的经济学家伯恩斯坦呢，他就一针见血的讲说，川普政府对华加征的关税最后其实通通都转嫁到消费者。MAGA 要怎么伟大呢？ MAGA 这个帽子就越来越贵，从50美元、77美元到102美元到112.5美元所以你的这些通通都是来自于中国制造整间 MAGA 卖的周边商品大概95%都是。那再来看到了外媒卫报就讲到了，讲说其实这个关税战是川普等于送给习近平大礼因为在经济上面虽然对于中方来说是个坏消息但就意识形态跟政治角度而言，无疑是送上一份大礼推进北京的大内宣，其实也算是大外宣啦。因为大家都发现到没有比较没有伤害嘛，一比较完发现美国才是真的这个乱源变来变去。那相对来说中国大陆比较稳定，所以反倒看到你在那边狂躁大家就选择更稳定的对象来做这个合作嘛。那还有毛宁现在也在用雷根再次呛美他说贸易战呢会让人民更快的丢饭碗，这是他在1985年的一段演讲的旧影片来讽刺川普打贸易战那我们来听一下。 If our trading partners can't sell their products here, they can't afford to buy our exports, and that means more lost jobs for Americans.
Protectionism almost always ends up making the protected industry weaker and less able to compete against foreign imports. 对，不知道川普有没有听进去哦？那现在看起来，苹果供应链也是饱受煎熬。澎湃新闻就讲到了，现在在美国的关税冲击之下，苹果的股价4天就蒸发超过了7700亿美元。不过呢，多数的这个苹果供应链呢，他们其实已经有未雨绸缪了，就是转向比较高附加价值的一些生意啊，也在加大全球产能的布局。但是呢，这个美国真的是严重误判了，连这个苹果的目前执行长库克都讲说。这个两者的工程师，光是人才差距就非常的大。我们再来听一下。There's a confusion about China, and let me at least give you my opinion. The popular conception is that companies come to China because of low labor cost. I'm not sure what part of China they go to, but the truth is China stopped being the low labor cost country many years ago. The reason is because of the skill, the quantity of skill in one location, and the type of skill it is. Like the products we do require really advanced tooling, and the precision that you have to have in tooling and working with the materials that we do are state of the art. And the tooling skill is very deep here. You know, in the US you could have a meeting of tooling engineers and I'm not sure we could fill the room. In China you could fill multiple football fields. 好，现在连这个桥水基金会的创办人达里欧都在讲啊，当前市场其实跟1930年的时候大衰退哦、大萧条的时候非常相似啊。那他就讲说呢，其实美国的人口结构大约是1%极其聪明哦，他们有最好的学校啊。那后来创造出这些独角兽企业，但是呢，这个有60%的人哦，阅读能力低于6年级的水平哦，所以他们很难在现代制造业当中成为有力的参与者。换句话说，他认为制造业要回到美国是没戏唱的。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亮哥。今天台积电开盘涨到903，收盘是865，那台股上下超过500点，就盘中川普这个消息就传出来了。结果本来大家认为要喷飞大概有1个礼拜的利多，突然之间就没了，就这样。我觉得川普的变来变去啊，你这个还说是假新闻，哎，这个新闻就是从你的团队出来的。对，我认为现在美国最大的利空就是川普团队了，他的不确定性啊。你刚刚提到达利欧，那个还是面对本质的啦，就是说你的劳工数值啦，等等等啊，那个。贝莱德的老板啊，那个 Fink 啊，他就说，他就觉得现在的氛围跟2008金融，就是那次金融海啸，那个不确定感差不多。他自己讲的、啊，贝莱德是全世界最大的资产公司，手上有12兆美元呐、啊。那你说像这样的人，他怎么会敢长期持有股票？现在的问题就在你暂缓90天也没用，因为对企业来讲，90天之后又是不确定，所以我怎么可能敢投资？对不对？那所以川普突然之间，这个本来有20项有关电子零组件、手机啦、太阳能产品，好像要豁免，突然又没了啊！而且他那个写那个贴文，第一句话就是，不要有人想要脱钩，大家都逃不掉。他就这样讲啊，所以你看这个氛围就是，我说全球的金融市场让一个人这样玩来玩去啊，这个当然会累积出众多国家的不满啊。中国大陆其实它的诉求跟很多国家是一样的、啊，就是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支持 WTO 的秩序？对，那全球自由贸易是不是大家应该要共同追求的价值？那是不是有利于我们在过去这20-30年来全球的经济发展？我觉得这个立场，欧盟一定支持的嘛。那有些国家只是领于你的淫威啊，比如说日本、韩国，你以为他心里服气吗？你以为石破茂他的心情会跟赖清德一样吗？我就看到石破茂昨天讲了非常勇敢的话。石破茂说，
我们希望美债不要列入关税战的谈判目标。真勇敢啊！我是佩服石破茂本来就这样啊。你如果关税这个议题对美国是最有利的议题，你如果这个时候把它绑在一起谈，那你一定倒大霉啊。我希望赖清德能够重复石破茂这句话。难哦。好，来请教季老师。美国现在是全世界最不确定的国家，原因就在川普这个政权，真的那个重大政策8天就改，对不对？本来哇雷厉风行，8天以后就变成90天以后再说。结果呢，本来对等关税，后来又说怎么搞，很多什么例外排除项目很多，不过4天以后就排除一大堆。结果排除项目传出来2天，又说没有排除了。只有什么？只有单独关税。其实我跟你讲，昨天金融界都好高兴。对啊，可是我跟你讲，其实单独关税就是排除关税。只是他换个名称，他觉得名称他太没面子了。他本来是单膝跪地，后来双膝跪地，对不对？双膝跪地现在不好看，就说要改个名字。可是他还是要怎么样？他这个所谓的排除项目他也不是救别人，他救美国的产业啊。对，美国的这个电子产业，尤其以这个苹果为首的，你如果不排除的话，苹果就挂了。一只手机在美国原来1500块美金一只的，现在要3500块，谁买它啦？这绝对都去买三星啊，去买 vivo， 去买 OPPO 了，还买你什么苹果？苹果可以关门了。所以川普只是说他就是说有点口服心不服啦，他就要改个名称。然后他说这个我们还要再开会来决定，可是没想到就让人家觉得就是不确定，因为市场就是这么敏感，所以现在最不确定的国家就是美国，投资人最怕不确定的地方。你不确定就是这样，你即使你要赔钱，我知道你赔到多少，我也觉得你确定你敢面对这个问题。可他就是怎么讲，也不是一日数变了他1月数变，对不对？我们现在1个月，你看变了3次重大转弯，哇！这个美国的这个政策品质只能说列入教科书级的烂。这么重大的政策，居然这个1个月，现在已经3次，我们这种1个月算也很难嘛2个月2个礼拜3次嘛，对不对？2个礼拜3次变3次，所以呢，相对之下，中国大陆变成最稳定可预测的，因为中国大陆已经跟美国讲了。你那个市场就占我GDP 的2.9%，我2.9不要了，我今天就把它怎么样？我断尾给它切掉了。最差就是2.9。那现在不是最差，因为美国现在开始说，不行这个砍大陆，现在砍到我自己的苹果，又砍到我的谁，又砍到将来又砍到我的 Amazon， 又砍到我的沃尔玛，他就一个一个什么单独关税都出来了。他最近讲的单独关税，昨天晚上。这个川普讲了，还包括一个什么药品药品，你把中国大陆的药品原料药都给它增加145%，美国的医疗已经够贵啦，要不然就缺货，要不然就怎么样，医疗费用啪啪啪大增，所以他现在又要搞药品了，所以他的单独关税先是什么晶片相关产业，下来就是药品，绝对不可能继续145%对中国大陆进口的药。所以他你看准备他第4遍，可中国大陆已经告诉全世界要到中国大陆投资，我最多就是2.9% 的 GDP 我不要。那现在怎么样？我可以承担得起，然后呢，这很稳定，你要投资就来，你不投资就是很清楚也不会变，对不对？我不接你川普的电话就是不接，对不对？你跪下来我也不接，这就叫可预测。所以呢，就市场来讲，你要投资一个可预测的市场，还是一个完全不可预测的市场嘛？答案很清楚了。对，很多大陆的网友都在讲说，这看起来像是一个成熟的大人跟一个小孩子在那边哭闹，在那边闹。其实连美国的网友也都是这样子，现在在 TikTok 上面在这样子做评论。我们来问赖老师。对啊，不是之前已经宣布说这个暂缓这个征税90天吗？那暂缓了，你就已经暂缓了嘛，所以就基本数10%嘛。那所以它很明显的就是针对中国大陆的145%的关税继续课征嘛，那
本来就应该这样走了，那怎么会在起征日的当天，财政部的海关怎么会集体大当机呢？所以我们高度的怀疑，那个早就预谋好的，就是故意当机啊。为什么说故意当机？就是当天不能抽税嘛，因为他在等那个习近平的电话嘛。他想说，我极限的施压到底线的时候，你应该要屈服了吧？为了避免这145的关税，应该要打电话来屈服了吧？结果怎么等不到电话？等不到电话以后怎么办呢？大当机了嘛。那大当机的目的在哪里？就我当天不课税，说你事后你先进关，事后再把文件备齐，我再给你补征税。结果又隔了2天以后，还是等不到电话以后，自己宣布全部都暂缓。那其实没有全部暂缓了，严格上来讲，就是只针对中国大陆停止而已嘛。大家都看得好明白嘛，就是不敢对大陆课征那125的关税，完全不敢课征。为什么？因为苹果估计要涨3倍的价，个人电脑要涨价。那这个学生还有办公室还有企业怎么办？那苹果的股价不是崩跌了，然后还有所有的半导体不是都崩跌了？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时候，发现说大陆根本不甩你也不理你，等不到这个电话来的时候，自己只好这个打自己的脸，说这个我们为了要让这个关税合理化所以我们要全部让这个更加的简单全部都放在半导体上面，所以突然间关税取消了。那取消了以后，那当然是海内外都在笑嘛。那川普被笑了2天以后撑不住了，因为他的底线这个上次 CNN 有测出来，说他底线就是1个礼拜，他的最大的承受力。不过被嘲笑的时候，他的承受力2天会缩短了，因为他被大家笑翻了，说你孬种，你认怂，你投降，你上次已经大投降了，你这次碰到中国125的关税，你就跪地求饶了，你就自己就自砍自己手脚了。哇，2天撑不住了，说谁说我要取消关税啊？我是为了要让关税简单化、合理化，所以呢，再过没多久，我的财政部就会宣布，对，商务部会宣布，对半导体对哪些厂商再重新课税。可是坦白说，谁相信啊？因为你让你的苹果涨3倍，你做得到吗？我觉得他才做不到。后来白宫出来讲了一句大家都觉得匪夷所思的话，他说我们往后延1个月是要让苹果迁回美国。1个月能签得了，是不是？贝克说：“我花了10几年我花了10几年才在中国大陆完成了这个生产供应链，你要在1个月内迁回美国，表示他根本没做过生产制造。对，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一切都是大笑话。克鲁曼讲的对，小丑在玩马戏团。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